我从小就是我哥的跟屁虫，得知我哥是贾少爷的那天，他委屈巴巴给我发消息，你新哥哥马上要回家了，等他回家一起给他点颜色看看。新哥哥回家那天，我妈把我推到他面前，让我换他哥哥。少年穿着洗到发白的衣服，神情阴郁地看着我，我正打算出言讽刺，弹幕在我眼前出现，来了来了，男配和女配要开始合伙排挤他了，男主已经这么惨了，好不容易找回家还要被这两个恶魔欺负，没关系，别看男主现在可怜，将来可是本书最强大佬，轻轻松松把这两个恶魔搞破产，身无分文，只能蹲在路边捡垃圾吃，那可不行。我主动抱住新哥哥，甜甜地说，哥哥欢迎回家。那一刻少年阴郁的眸子亮了，我哥跟我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锦衣玉食的养大，是一对人人羡艳的兄妹。我们家庭条件优越，每年生日都会在家里的别墅开派对，特别是我哥陆明飞，他有一副好皮囊，成绩好，会弹钢琴，痞帅的，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一直是他的跟屁虫。他追校花，我帮他给校花递情书；他翘课打游戏，我帮他打掩护；他懒得写作业，我就熬夜帮他写，因为我是沈家收养的女儿。小的时候，我哥逗我说，他是家里的老大，如果不听他的话，他就会让爸妈把我扔回孤儿院，我吓哭了。从那天开始，我不知不觉养成了讨好型人格，天天追在陆明飞屁股后面，每天哥哥长哥哥短，直到我哥又让我给校花买早餐，我跑到半路，我哥给我发消息，喂，小宝，早餐送到了吗？我跑了半天，累得半死，哪有那么快？你知道我们学校食堂多远吗？下次我可不帮你送了。我哥笑了，你每次都说不帮，哪次不都帮我了？最近零花钱都给校花买礼物了，跑腿费先欠着，明天他的早餐也拜托你了。对了，小宝，你的新哥哥要回家了，你要站在我这边，等他回家一起开团，给他点颜色看看。果然，我一回家就看见我妈带回来一个陌生的少年，他站在玄关最暗的角落，黑发长得快要盖住眼睛，他穿着洗到泛白的校服，眼神是不符合这个年龄的阴郁。看清他的脸，我愣住了。陆明飞已经算是同龄人里很出挑的了，可他竟然跟比我哥还好看，跟陆夫人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五官立体，活脱脱浓颜系帅哥，整张脸跟别人不在一个次元。原来真有人能把落魄和金贵这两样东西奇异的揉在一张脸上。他叫陆明泽，是陆夫人被抱错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说，陆明飞替他享受了整整17年的优渥生活。可是即便他回来了，陆夫人还是小心翼翼拍了拍陆明飞的手，温柔的安慰，别紧张，你还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孩子。我看在眼里，陆夫人的态度决定着我的站位。我打算继续讨好陆明飞。流落在外受尽折磨的陆明泽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却有一双狼一样的眼睛。他什么也没说，就这样无声地注视着陆夫人，将他看得浑身发毛。陆夫人这才走过去抱住他，对不起，我的孩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陆明飞看见这一幕，忍不住嗤笑一声，妈妈，你们才是一家人，既然你们团聚了，那我走。陆夫人慌了，赶紧推开陆明泽，跑过去拉住陆明飞的手，说什么傻话，你永远是妈妈最宝贝的儿子。在陆夫人看不见的地方，陆明飞对陆明泽扬扬眉，得意地笑了。陆明泽始终态度冷冷的，没什么表情，好像陆夫人爱与不爱他都没什么关系，只有我注意到他的神情有几分落寞。陆夫人对他说，陆明泽，你不要跟他计较，这件事他也是受害者。眼前突然出现弹幕，我服了，他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哪里是受害者了？陆明飞替他享受了17年的优渥生活，陆明泽却在那个家暴男手底下，天天干不完的活，挨不完的打，这样的受害者我倒是也想当呢。陆明泽一直不说话，陆夫人似乎也觉得有点理亏，拉着我的手走到陆明泽面前，来，囡囡乖，叫哥哥。陆明飞掐了我一下，对我挤眉弄眼使了个眼色，我哥想欺负谁？我一向开团秒跟，我开始酝酿感情，看向陆明泽，抬起下巴，嘲讽地说了句，你就是我哥。弹幕又出现了，我都不敢看了。女配说自己这辈子只有一个哥哥，让陆明泽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让他对这个家最后一点期待也没了。没关系，别看男主现在可怜，将来可是本书最强大佬，轻轻松松把这两个恶魔搞破产，只能蹲在路边捡垃圾吃。破产捡垃圾吃，那不行啊，我讨好陆明飞那么久，付出那么多情绪价值，不就为了过上好日子？不行，我必须抢救一下。我马上改口走上去，主动伸手给了他一个拥抱，甜甜的叫了一声，这个哥哥好看，我喜欢哥哥，我叫陆小鱼，欢迎哥哥回家。少年愣住了，那张冷漠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不一样的表情。我抱着他，能感觉到他的僵硬和不知所措，还有小心翼翼放我后背的手。我拉着陆明泽的手往餐厅走，哥哥你太瘦了，这样可不行，我们马上就要开饭了，哥哥你要多吃一点。弹幕傻眼了，什么情况？女配不欺负陆明泽了，肯定是憋了别的什么坏吧？他
他可是陆明飞的帮凶，没少帮着霸凌陆明泽。饭桌上，陆夫人下意识让保姆把好吃的菜全部摆到我们面前，陆明泽面前的都是我不爱吃的炒蔬菜。陆夫人忽然意识到什么，赶紧给陆明泽加了一筷子糖醋鱼。陆明泽，这个糖醋鱼好吃，你多吃点。陆明泽看了一眼说，我从来不吃鱼肉，我海鲜过敏。陆夫人尴尬一瞬，又重新把鱼肉夹给陆明飞。陆明飞，你最近学习很累，多吃一点。陆明飞得意地笑了，谢谢妈，我最爱吃糖醋鱼了，明天还要做。对了妈，明天给我做海鲜大餐好吗？他看向正在埋头扒饭的我笑了，妹妹今天跟我说，她特别想吃海鲜，对吧小宝？弹幕再一次出现，这男配真恶心，茶言茶语的，明明知道男主对海鲜过敏，原来这鸟人在这里等着作妖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等着看这两个人破产无家可归的样子了，尤其是女配，长得好看还无家可归，难怪后来被坏人收留侮辱了。我的饭忽然不香了，我求生欲爆棚，用纸巾擦了擦嘴巴说，可是我更想吃糖醋里脊、可乐鸡翅、麻婆豆腐，还有松茸炖鸡爱。我晃了晃陆夫人的胳膊撒娇说，妈妈，我想吃这些吗？陆夫人吃我这一套，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笑着说，明天让厨师给你做。小馋猫。陆明飞见我帮陆明泽说话，表情顿时变得很难看。我低头扒饭当没看见，我从小到大一直习惯性的迎合他，讨好他，这一切几乎成了我本能反应，所以拒绝他我自己也不习惯，下意识觉得很心虚，可我不能帮他背黑锅啊。饭后陆夫人帮陆明泽安排了卧室，他的卧室靠近我的房间，我以为今晚算平安度过，可是弹幕又出现了，服了，男配故意用水把男主被子弄湿了，刚入春晚上还很冷呢，这让人怎么睡啊？没事，一想到将来这俩恶毒兄妹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夏雨在天桥下跟乞丐抢位置还被赶走就平衡了，弹幕是平衡了，但我心梗了，我立刻光着脚跳下床抱了新被子过去。陆明泽开了门，目光落在我身上时顿了顿，我连忙举起被子说，哥哥，听说你被子湿了，我的被子给你。他明显愣了，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因为你是我哥哥啊，我们是一家人。他像是被这3个字烫到了，重复到一家人。我点点头，我很能干的，我会照顾你，也会保护你的。他忽然笑了，我是哥哥，应该我照顾妹妹，保护妹妹。听到这话，我心里痒痒的，因为在家里一直是我照顾陆明飞。我揉揉鼻子，哥哥喜欢吃什么？我记下来让厨师做。他扯了扯唇角，不用，你今天说的那些我就很喜欢。我嘿嘿笑了，我就知道可乐鸡翅谁不爱吃。陆明泽听了我的话，不知为何第一次笑出了声，我看呆了，他笑起来的样子也好好看。第二天陆明飞没有等我上学，我知道他生气了，我也有点委屈，讨好了他这么久，就一次没听他的话就不理我了。手机里弹出校花林微微的消息，我今天早餐想吃学校一食堂的青椒肉丝焖面，麻烦你帮我买啦。自从我哥频繁让我帮他跑腿带早餐，他已经心安理得，甚至开始点菜了。我想回他，想吃你自己买，想了想还是删除回了句好的。其实我不喜欢林微微。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让我们做自我介绍，我刚开口说了一句，他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是故意这么加的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搞笑啊！我们都高中生了，不用刻意装可爱的啦。全班都跟着笑了起来，我的脸烧了起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是南方人，嗓音天生就比较细。陆明飞踢了一下桌子，行了，都别笑了。林微微撇撇嘴，护得真紧，开个玩笑都不行，太敏感了吧。陆明飞摸了摸我的头，小宝别放在心上。我低下头，从他掌心的温度感觉到了安全感。可是陆明飞，你为什么后来喜欢上他了呢？虽然陆明飞小时候常常说要把我送回孤儿院，可在我长年累月的讨好示弱下，他对我已经很好了。我有低血糖，常常忘记带糖，上午第3节课过后会头晕。从那以后，他的兜里总是不厌其烦地揣着几颗糖，每当我自己忘记带，他就会走过来，把包好的橘子糖塞我嘴里，笑着说，笨蛋，总是忘带，真麻烦。其实我最近已经不会忘记带糖了，但我会故意装作没带，因为我很享受偶尔示弱后哥哥对我的宠爱。可林微微围在他身边叽叽喳喳，陆明飞，你是妹控吗？好丢人啊，天天围着妹妹转，你这样会把她宠成公主病的。陆明飞嘴上说着啰嗦，可是耳朵却红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给我带过糖，后来他的兜里揣着的不再是橘子糖，而是林微微容易弄丢的小皮筋。他的耐心留给了他，辅导他功课的时候会勾着唇听他撒娇，会用本子认真记录下他的喜好，每一个节日都会为他准备礼物。他拜托我给林微微递情书，拜托我给林微微送早餐。我想也许他忘了我是讨厌林微微的，为了不让我哥讨厌我，我只能努力讨好林微微，试图跟他拉近关系。可最近我好像快装不下去了，橘子糖的甜早就散了，只剩下嘴里苦到发涩。一食堂真的好远啊，
我跑了好远才给林薇薇买到早餐。林薇薇笑嘻嘻的接过早餐，真不好意啊，每次都麻烦你。陆明飞漫不经心的说没事，别放在心上，他从小就喜欢帮人跑腿，我妹妹就是你妹妹，你有什么东西要买都可以叫她帮你。这种话我本应该习惯，但我想到昨晚陆明泽的话，心情突然有点复杂。他说哥哥是会照顾妹妹保护妹妹的，也许我的哥哥跟别人不一样吧。上课铃响了，陆明泽走进教室，我爸把他安排在了我们班。他换了干净清爽的新校服，刘海稍稍修剪过，露出好看的眉眼，没有昨天看起来那么阴沉。不开玩笑地说，他光是站在那里，好看的连头发丝都在发光。这样的人在学校本该会很受追捧的，可陆明飞一大早就打好招呼，不让人跟他坐同桌，所以当老师问谁愿意跟他坐一起时，没有人应声。陆明泽的目光一点点暗淡下去。就在老师为难时，我主动举手，哥坐这里。陆明泽愣了一下，倏地抬起眼，弹幕有些困惑，这个妹妹不是恶毒女配吗？我怎么感觉她好乖，感觉是个好宝宝，肯定是假的。女配从小就碍眼，男主千万别被她的演技骗了啊！有同学凑过来问陆小鱼，他也是你哥吗？陆明飞嗤笑一声，算什么哥，又没血缘关系。他看向我，眼神略带警告。陆明则没看他，径直走到我旁边的空位坐下，侧过脸低声跟我说了句谢谢。我难得近距离看到他的侧脸，忍不住夸了一句你睫毛好长。他好像第一次被这么直白的夸，喉结轻轻动了动，移开视线时耳尖悄悄泛了点红。我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挠了一下，我抿着唇偷偷笑了起来。陆明飞看着我，心底涌起一阵烦躁。下课他把我带到了没人的走廊，小宝，我做错什么了？你怎么现在处处跟我作对？他俯下身，你是有了新哥哥就不喜欢我这个哥哥了吗？我轻声说，就是不想得罪人。他挑眉，胆小鬼，得罪他又怎么样？他敢欺负你吗？有我保护你呢。我垂下眼帘，用很小的声音说，不是的，你保护不了我。可是弹幕所说的未来，我又不能告诉他，而且他从来没有好好保护过我。陆明飞不满地皱皱眉，谁说我保护不了你？就在这时，上课铃声打断了我们，我松了口气。这节是体育课，一上来就是800米长跑，我低血糖发作，跑到一半，眼一黑，脚一软，重重摔在跑道上，同学们赶紧惊呼着围了上来。我的裤子摔破了，膝盖的伤口正往外不停渗血，我倒吸一口凉气，疼得站不起来。陆明飞赶紧蹲下来，上来，我背你去医务室。林微微看了一眼我的伤口，嘟囔一声，没必要吧，只是小擦伤，干嘛弄得那么紧张？陆明飞，你这样会把她宠成公主病的啦。陆明飞犹豫了一下，又是这样，总是这样，我再也忍不住了。可你每天让他自掏腰包帮你带早餐，让他帮你预备着你爱弄丢的皮筋，每个节日都撒娇让他送你礼物，一有不会的题就恨不得坐到他怀里发嗲让他教，难道你就没有公主病了吗？陆明飞立刻厉声制止了我，小鱼你说的太过了。过几秒他叹了口气，又走过来扶我，微微没有恶意，你别放在心上。我猛地甩开他的手，为什么无论他说什么，在你眼里都没有恶意？我稍微顶一句嘴就成坏人了，你为什么总是帮着他？你明明是我哥啊！我拼命忍住眼泪，眼睛酸涩的发疼，可眼泪还是没忍住流了下来。我很少对他展露我真实的情绪。陆明飞有些不知所措，手忙脚乱想擦我的眼泪。林微微站在一旁，惊讶地张了张嘴，才一句话没顺你心意就要哭了。我从小到大都很少哭的我努力想反驳什么，可原来人哭的时候是说不出话的。就在这时，陆明泽推开人群，他没说一句多余的话，将我打横抱起，温声安慰我说，忍一忍，我送你去医务室。我下意识抓住他胸前的衣襟，鼻尖蹭到他校服领口，能闻到好闻的薄荷味。沈燕睁大眼睛，顿在原地，还没走几步，乔欣然扑哧一声笑了，救命，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这么照顾人家，他喜欢上你了怎么办？沈听生冷冷扫他一眼，跟你有关系？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不会说话其实可以不说？乔欣然的脸色变了，我还是第一次意识到沈听生的脾气其实很差，对起人来像头狼，难怪将来能让我跟沈燕家破人亡，无家可归呢。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放柔了语气。我忽然一愣，原来被偏爱的感觉是这样的吗？沈听生将我带到了医务室，涂碘伏的时候我倒吸一口凉气，他握住我的手，疼的话就抓紧我。我看向他，沈听生，你会不会觉得我娇气？会不会觉得我很麻烦？沈听生笑了，一点也不会，而且我恨不得你能多麻烦我一点。我问，就因为我是你的妹妹？他垂下眼帘，轻轻说了一句，也许不只是。我连续几天没有搭理沈燕，饭桌上他主动给我夹菜，我碰都不碰。回到房间，他敲门，我也不开门。趁着我晚上窝在沙发看电影，沈燕抱着兔子玩偶蹲在我的面前，夹着嗓子模仿玩偶说话，小宝，小宝，别生气了好吗？我一脸无语地夺过玩偶，哥，你真幼稚。沈燕笑了，不生气了，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这么好哄。
我张了张嘴，没忍住开口，哥，你能不能不要喜欢他了？沈燕无奈地看向我，乔欣然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你不要跟他认真。他还在替他辩解，我再也听不下去，抓起怀里的兔子就朝他砸过去。他被砸疼了，皱了皱眉，你脾气怎么最近变得这么大了？见我眼圈又红了，他顿了顿，又叹了一口气，好，我明天说说他，让他以后不要这样了，这样可以了吗？我们和好，不要不理我，好吗？我看着他努力讨好我的样子，吸了吸鼻子，眼眶一阵酸热。他到底是我哥哥，陪伴我18年的哥哥，我没办法做到不理他。我吸了吸鼻子，那你明天给我带橘子糖。沈燕笑了，好，小馋猫，给你带就是了。接下来一段日子，他每天都会记得给我带糖，日子仿佛回到了从前。他不再拜托我给乔欣然送早餐，可是他亲力亲为，他好像对乔欣然也很愧疚。周末，乔欣然发了一条朋友圈，炫耀我哥送给他的礼物，一条5位数的项链，配文是，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大方一点，原谅某人了。我盯着这条朋友圈看了半天，这个某人说的是我吗？沈燕替我道歉了吗？沈燕是怎么跟他说的？说我不懂事，让他受委屈了，所以他来替我赔罪。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闷得我喘不上气。他哄我的时候，不过是蹲在我面前，捏着那只就兔子说几句软话，像逗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对乔欣然呢？他要用这么贵重的项链来赔，要用这样郑重其事的讨好来换他一句原谅。原来在他心里，我的委屈这么不值钱。原来他对我的那些好，那些纵容，在乔欣然面前轻得像一阵风。凭什么啊？明明我才是他妹妹。第二天课间的时候，我路过走廊，又看见沈燕督促乔欣然学习。乔欣然扔下笔，嘟囔着说，不想学了吗？沈燕弹了一下他的脑门，不学，怎么跟我上同一所大学？我全部看在眼里。我想，沈燕这次是真上心了，因为在乎一个人，才会把那个人规划进自己的未来里。我知道我很失望，也有很多不甘心，但更多的是疲惫。我知道放弃在乎一个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可它就像一件湿棉袄，穿上冷，脱下也冷。我在心里暗自决定，沈燕说过，生日那天会送我最想要的那个裙子。如果她记得，我就原谅她；如果她不记得，即使心中有再多的不舍，我也不要再为这个人委屈自己了。我告诉自己，就赌这一次了。如果这次赌输了，我就不会在乎这个哥哥了。生日当天，我所有的朋友都到齐了，只有沈燕没有来。为了等她，我迟迟没有切生日蛋糕。朋友们脸上的笑容渐渐掺了些小心翼翼的关切。派对进行到一半，我忍不住躲到露台角落给他打电话。电话很久没有人接听，我不死心，又打了几次。不知过了多久，电话终于被接听了，里面传来乔欣然的声音，有事。我当时愣住了，他的手机放在你那里。乔欣然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对啊，怎么了？我愣了几秒。沈燕伸手接过了电话，声音温柔，小宝，怎么了？我刚想开口，乔欣然出声打断了我，都怪你，说了不用了，非要陪我庆祝，还不赶紧跟你的妹妹解释解释。沈燕的目光又被他立刻吸引了过去，语气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小宝，我跟你说，乔欣然这次2蘑菇分情况不错，只比我差一点，我正帮他庆祝呢。乔欣然捶了他肩膀一拳，撅起嘴，甜甜地说，哼，这次只是意外，下次一定赢过你。这副可爱的样子惹得沈燕笑出了声，行啊，那下次我就不给你补习了。讨厌，谁让你给我补习了，就算你不帮我，我下次也不会输给你。好啊，那我们拭目以待。他们旁若无人的叫着劲，完全无视了我的存在。过了好久，沈燕才后知后觉想起来我，对了，小宝，你给我打电话做什么？我抿了抿唇，沈燕，你忘了吗？今天是我生。话没说完，乔欣然再一次打断了我的话，沈燕，怎么办啊？这个汽水瓶盖我拧不开。沈燕又一次忽略我，自然而然把手伸过去，笑着说，瞧你笨的。看他们斗嘴打闹的样子，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挺没意思的，真的挺没意思的。露台上的风有点凉，吹得我清醒了不少。凭什么呢？我凭什么要一直追着他跑呢？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系在一个永远把我的感受放在最末位的人身上？想通这一点，原本失望委屈的我忽然释怀了，心里的那点不舍，好像就在这个瞬间被风吹得干干净净。算了，这个哥哥我不在乎了，我也不会再讨好他了。我挂了电话，转身往派对走。蛋糕上的蜡烛还在烧，我深吸一口气，对着满屋子担忧的目光扬起笑，不等了，吹蜡烛吧。我闭上眼睛，18岁的生日愿望，是我沈小鱼绝对要过得很幸福。许完愿，我慢慢睁开眼睛，沈听生不知何时站在我面前，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礼盒。他微笑着把盒子递过来，眉眼温柔，给你的。打开一看，正是那条我在橱窗里看了又看的裙子。淡蓝色的裙摆上绣着细碎的星光，
是我喜欢的样子。我愣在原地，抬头看他，你怎么知道？你每天放学都绕去那家店门口站一会儿，我看到过好几次。沈听生笑得温和，月光落在他眼里，温柔的像藏了片海，猜你大概是喜欢的。那一刻，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暖融融的。原来真的有人会注意到你，藏在眼神里的喜欢，会把你的小小心愿放在心上。我忽然也想给他点什么，我抱住他，谢谢你，沈听生。沈听生愣了愣，然后将手放在我的后脑勺，小心翼翼，像对待一件珍宝。我看向他，沈听生，其实我成绩还不错，比沈燕还好，常年第一呢。你刚来不久，学习上要是不懂的地方我教你。算来算去，我也只有学习比较拿得出手了。他笑了，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发，漆黑的眸子里藏我看不懂的情绪。好。沈燕回家时看到派对留下来的痕迹，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脸色一白。她愧疚地对我说，对不起，我忘记了。你的礼物我能不能过一阵子再不给你？刚给乔欣然买了庆祝礼物，没什么钱了。我摇摇头，没关系，我不想要了。沈燕明显愣住了，她大概以为我会像从前那样哭鼻子闹脾气，可这些通通没有。我脸上甚至没什么表情，平静的像在说别人的事。沈燕很快软下声来，带着惯常哄我的语气，那给你买个可爱的小熊玩偶怎么样？就当补偿好不好？我看向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了，我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了。他察觉我的变化，皱了皱眉，小鱼，你今天怎么了？我没有回答，转身一个人走到卧室。真好，我心里甚至掠过一丝轻松。这个永远把我排在乔欣然后面的哥哥，这个让我追着跑了这么多年的哥哥，我终于不想要了。那些攒了满心的期待、委屈、不甘，好像在这一刻都找到了出口，轻轻巧巧地散了。从那天起，我把所有曾给过他的偏爱都一股脑地转给了沈听生，会给他家喜欢的菜，会叽叽喳喳地跟在他身后，哥哥长哥哥短，甜得连自己都觉得发腻。可沈听生从不嫌烦，总是笑着应我。他性子冷，别人搭话也多半是淡淡嗯一声，可看向我的时候，眼里的光比天上的星星还亮。沈燕偶尔看到我们这样，眼里会掠过一丝复杂，她想凑过来，又被我不动声色地避开。就连她和乔欣然腻在一起时，我也再不会在意，那些都与我无关了。我只看得见值得我对他好的人。二模成绩榜贴出来那天，我挤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最顶端的名字，不是我，更不是沈燕，而是沈听生。红底黑字，耀眼的让人移不开眼。弹幕可骄傲了，男主可是天才，过目不忘的那种，市面上的教材他都看过。虽然那个家暴男不给他买学习资料，但是他去书店里扫一眼题就知道答案了。他可是这次的高考状元呢，因为这个沈父刮目相看，重点培养了。没想到沈听生学习上这么厉害，我果断抱大腿，沈听生，不，哥，以后我就跟你混了，这大腿我抱定了。沈听生笑了，好，跟我混，我罩你。他确实做到了。从那天起，给我查漏补缺，还会根据我的薄弱点给我专门出题，针对性训练。我的成绩原本就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更是突飞猛进。高考前一晚，沈听生问我，你想上什么大学？我对他说，最好的大学。他轻轻笑了，我也是。那我们大学还能在一起？高考出成绩那天，我跟沈听生考得都不错。沈燕是211水平，但是跟他平常的实力也差很远。乔欣然发挥失常，刚过一本线。精打细算，想上的学校分数线都不够，据说在家哭了好几场。填志愿那天，乔欣然主动来我家找沈燕一起填志愿。沈燕破天荒问了我的意见，我笑着说，可以啊，我没意见。他是你喜欢的人吗？不知道为什么，沈燕的表情不太好看。乔欣然坐到沈燕的旁边，亲昵地搂着她的胳膊说，沈燕，我们报同一个城市好不好？我查了，有几所学校离得挺近的。话音刚落，我和沈听生的手机几乎同时响了，是清华招生办的电话。他们语气客气又热切，同学，你的分数有可能到达了我们的分数线，但是还不太确定，考虑跟我们签个合同吗？我们可以提前录取。我和沈听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笑意。他冲我挑了挑眉，我心领神会，对着电话轻快地说，谢谢老师，我想再听听北大怎么说。乔欣然脸上的笑僵住了，眼神里的嫉妒几乎藏不住，却还强装关切，小鱼，其实女孩子不用那么拼的啦，跟沈燕报同一所学校多好啊，互相有个照应。我扯了扯嘴角，不用了，还是让沈燕多照顾你吧。再说了，我拖长了调子，故意往沈听生身边靠了靠，我又不止一个哥哥。沈听生点头，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没错，我会照顾好小鱼。沈燕不满地看向他，你算什么哥？我陪了他18年，你才陪他多久？沈听生反问他，那你好好保护过他吗？至少我不会让小鱼因为我哭。沈燕梗了梗，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乔欣然故意要报南方的大学，距离我要去的大学很远，相差几千公里。他知道沈燕会陪他去，
他还特意发朋友圈炫耀，要跟喜欢的人一起去南方的大学了。可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忙着跟沈听生挑选毕业旅行要去的地方。可我没想到，最后一刻，沈燕竟改了高考志愿，从乔欣然要去的南方改到了我的城市。也不知道他突然抽的什么风。大学后，沈听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始创业，他很有天赋，事业渐渐不输沈家。我咬着冰棒问他，哥，等你事业有成，会把我弄破产，身无分文，只能蹲在路边捡垃圾吃吗？他第一次对我生气，伸手不轻不重扯了扯我的脸颊，瞎说什么呢？再敢说这种话试试？捡垃圾？谁敢这样对你，我先把他扔出去喂狗。以后不准想这些有的没的，有哥在，你这辈子都别想尝一点苦。令我意外的是，他不是因为我把他脑补成大坏蛋而生气的，他是因为我把自己脑补的那么惨而生气的。他听不得我受一点点罪。我吸了吸鼻子，心想我哥可真好。因为沈听生的优秀，沈父对他越来越看重，把所有的资源都砸在他身上，也慢慢冷落了沈燕。沈燕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似乎与曾经努力讨好他的我共情。可现在就连我也冷落他了，一心扑在沈听生身上。他感觉不习惯，很不习惯。沈燕因为离我近，经常来学校看我，来的时候提着各种零食和礼物，语气熟稔地问我最近好不好。我每次都只是淡淡应着，接过东西说声谢谢，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他眼里的失落越来越明显，却还是常来看我。可我确实没有心思管他，因为大学后我开始发现我对沈听生的感情慢慢变味了。他越来越优秀，也越来越好看了，而且创业赚的钱总是不厌其烦地打到我的卡上，我花也花不完。果然年少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我天天惦记他，想表白。表白前一天，我收到同班同学的情书，我鬼使神差的没有扔掉。我想看看别人情书怎么写的，借鉴一下。正要拆开，沈听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眉头拧着，没等我反应就抽走了那封情书，随手塞进自己口袋。他对我说，大学不许早恋。他语气严肃，可不像在说教，反倒像藏着点别的情绪。我仰头看他，带着点破罐破摔的味道。行啊，我不跟别人早恋。我伸手轻轻拉住他的衣角，声音放软，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呗？心跳得像要炸开。反正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你可以喜欢我一下吗？就一下下。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太直白，他性子那么稳重，肯定会觉得我胡闹。我低着头准备听他的拒绝，预想中的斥责却迟迟没来。下一秒，额前的碎发被轻轻拨开，带着凉意的吻落了下来，很轻，像羽毛拂过，却烫得我瞬间僵住。他松开我时，呼吸有点乱，耳尖悄悄红了，声音含了点哑，小鱼，不止一下下。他顿了顿，呼吸带了几分灼热，因为小鱼，我早就喜欢你了。我们恋爱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恋爱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就算是在特别不值一提的日子里，沈听生都会给我准备惊喜。再忙，他也会秒回我的消息。只要我唤他，必定句句有回应。弹幕似乎也慢慢接纳了剧情的转变。哎呀，这一幕真好啊！我一个毒妇都变得慈祥了。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结局。男主没有在仇恨中度过一生，而是有人陪着他，爱着他。而他也学会怎么好好爱一个人了。从那天起，弹幕消失了。我们还在校外租了一间大房子，每天都要见面。同居后，我欲望蹭蹭上涨，看见他低头看书时微蹙的眉峰就想亲，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就想抱，甚至只是瞥见他穿着家居服走来走去的身影，都想扑过去像只小兽一样在他身上蹭来蹭去。沈燕又一次拎着礼物来看我的时候，她无意间看见我站在人工湖旁，拉着沈听生的衣领，踮起脚主动吻他。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提着的零食和水果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滚了一地。第二天，他私下里找我，开门见山地说，小鱼，你不能跟他在一起。你听我说，我看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干净，心里全是算计。你知道吗？他偷偷收集了他养父赌博欠了高利贷，甚至挪用工地材料款的证据，一起交给了警察，亲手把他爸送进了监狱。你想想，一个能对自己父亲下这种狠手的人，心思有多深？你们根本不适合。我打断他，声音里没什么波澜，哥，你很关心我吗？他皱紧眉头，语气软了些，带着点急切，我是你哥，我当然关心你。我看向他，你知道我讨厌乔欣然吧？为什么让我给他送情书？为什么让我帮他带早餐？是不是时间太久了，所以你忘了我讨厌他？还是你故意忘了？又或者你只是觉得我的想法不重要，因为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哥，其实你并不在乎我，你只是在自我感动。不要凹这种好哥哥人设了，不适合你。而且听你说这些话，我只会更心疼他，更担心他。我的眼神冷了下来。沈燕，你只看到他的算计，怎么没看到他受的苦？被家暴，被欺负，他不反击，难道要一辈子被那样对待吗？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
嘴唇翕动了几下，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转身绕过他，几乎是飞奔着往家的方向跑。打开门，沈听生看见我回来，抬起眸子，微笑着对我说：“还记得踩着饭点回来，进步了。”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密密麻麻的疼。原来他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背后，藏着这么多我没见过的苦难。我没说话，径直扑进他怀里，手臂紧紧环住他的腰，脸埋在他胸口。我多希望能穿越回过去，抱抱那个缩在角落、满身伤痕的少年，告诉他以后会好的，会幸福的。他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愣，随即莞尔一笑：“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撒娇？”我声音闷闷的：“没什么，就是突然想抱抱你。”他捏了捏我的脸颊：“别闹，赶紧洗手，今天做了你爱吃的可乐鸡翅。”我立刻馋了：“哥哥万岁！”阳光落在我们相拥的身影，分外美好。小鱼小鱼快快游，终于游到了对的人身边。